刚穿越过来的丑妃只是往脖子上挂了一块玉石，身上的伤痕以及脸上的胎记瞬间消失了，把宫里的太医和下人都吓得惊掉了下巴。谁知皇上听闻丑妃变成了美人，便迫不及待地让她来侍寝。陪君上睡觉。为了躲避侍寝能穿越回去，丑妃便想跳湖自杀，结果反而没有穿越回去，还被人当成了水鬼。水鬼啊！为了躲避侍寝，无奈丑妃只好把自己化成了丑小鸭。可管事的公公却让她脱掉衣服钻进被子里。你得脱光了，钻进被子里，我们抬您过去。见丑妃坚持不从，公公怕耽误丑妃侍寝的时间，只好答应让她走了过去。谁知当丑妃走到皇上的寝宫时，却迟迟不见皇上的身影，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只饿狼。原来皇上召她侍寝，就是为了试探她是否恢复记忆。只见丑妃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狼的脑袋，并蹭了蹭狼的鼻子，以为狼是被抓进来的，便将它放了出去。见丑妃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让皇上不由得怀疑了起他的身份，便上前询问他是如何能与狼交流的。丑妃害怕自己穿越的身份暴露，只好谎称说自己生来就招动物喜欢，这才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谁知皇上却一步步地朝他逼近。他想干什么？靠我这么近，难道我的菊花妆都不能阻止他对我产生的疑念？为了让皇上对他彻底失去兴趣，一把将皇上推倒在了床上，主动脱掉了自己的外衣，随后喝了一口酒，并要亲自喂给皇上喝。快躲开！快躲开啊！气得皇上当即将他扔在地上睡了一整夜。次日醒来的王爷看着他的面容，心中不由得深陷其中。直到七七醒来后，十分的不自然。只见王爷对着他张开双手，七七以为他想要抱自己，害怕的连忙躲到了一旁。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给自己更衣，可七七完全没有服侍过任何人，根本不知道王爷的衣服怎么穿。看着他笨手笨脚的样子，王爷只好让他离开自己动手。原来他本是皇上最不受宠的妃子丑晴，因相貌丑陋，不仅遭到其他妃嫔刁难，还时不时的被下人欺负。可就在月圆之夜时，丑妃无意间看到皇上中毒化身成了狼形，就被皇上将他打入了河里落水而亡。不料却被巫族的圣女米七七莫名其妙的穿越在了他的身上。正当下人开始瓜分丑妃的财物，将她下葬时，死而复生的丑妃却突然苏醒了过来，瞬间把下人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四处逃窜。这让丑妃一脸的蒙圈，面对这陌生的皇宫以及这张无比丑陋的脸颊，误以为是自己在做梦的米七七，于是便端起水盆直接将水泼在了自己身上。不是梦，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穿越了。接受不了事实的丑妃刚逃到一处庭院打听出去的路，结果却把正在干活的下人都吓得连滚带爬。侍女们见到丑娘娘更是纷纷跪倒在了一地。丑妃本就是溺水而亡，如今现在浑身又湿哒哒的，更是加剧了众人的恐惧。本想偷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穿上，不料却被闻讯赶来的皇上挡在了他的前面。而穿越过来的米七七压根不认识皇上，以为皇上一样是来偷衣服的，临走前还并一本正经的承诺不会告发他。结果刚想要再次逃走，却被四周的布料扳倒，跌入在了皇上怀中。俩人一个没站稳，纷纷摔在了地上。结果等听到动静的嬷嬷跑了过来查看时，丑妃早已挣脱掉跑开了。而倒在地上的皇上却总是不安，他怕丑妃回忆起月圆之夜自己身陷狼形被他人知晓对自己的江山不利，以为丑妃为了活命是在跟他面前装失忆，于是便再次找到丑妃试试他的反应。结果却发现丑妃早已爬到了树上。丑妃本想爬到树上摘几个果子吃点，谁知皇上却故意接不住，气得丑妃刚想拿果子砸向他，结果用力过猛，却不慎从树上掉了下来。正当丑妃感激他之时，皇上却一脸嫌弃地把他扔在了地上。你这个小贼，别让我再看见你！从下人的口中，丑妃这才得知原来此人正是当今的皇上，而皇上却一心只想除掉他。可就在皇上命宫中的太医继续查看丑妃的情况时，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随后，丑妃恢复容貌又侍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六宫，气得王后便把怒气全发泄在了下人身上。而皇上却始终忘不掉白天那个丑妃的吻，他没想到自己会对曾最讨厌的妃子动情，脑子里全是丑妃的影子，只好起身舞剑来发泄心中对丑妃的欲望。我这是怎么了？眼看就要到了太妃的寿宴的时辰，丑妃却无意间发现酒盖竟然是开着的，于是便好心的将酒盖给放回到了原位。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一善举差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就在丑妃在太妃寿宴上亲自抚琴为她庆祝时，丑妃的琴弦却被人动了手脚，而这一幕让众大臣纷纷认为不吉利，嫔妃们更是想趁机扳倒丑妃，将她拉下马。关键时刻，太妃的儿子继王吕彻连忙吹着笛子赶来，救下了丑妃的场。伴随着优美的吹笛声，丑妃只好当众为太妃献上了一段舞蹈作为赔罪。我们的爱情就像手中金钱，从一开始爱到最后情缘幻灭，谁眼泪逆流成河不肯安歇，窗外的北风互相凛冽。婀娜的身姿加上她优美的舞蹈，瞬间把大臣们和妃嫔们都看呆了。虽然皇上嘴上硬称丑妃的舞蹈太过招摇，可身体却很诚实。当看到俩人如此默契的那一刻，醋坛子瞬间打翻了一地。来，青林，来本殿身边。可就在丑妃准备上前时，妃嫔以及台下的大臣们纷纷中毒晕倒在了地上。经太医查验，竟发现酒中被人动了手脚，
而王后却趁机嫁祸在了丑妃的身上。丑妃这才想起来自己在拿酒时纪王也在里面，可为了保护纪王，丑妃并没有将看到纪王的事告诉众人。按照律法，设计谋害王侯，当押入死牢，择日处斩。纪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下毒摆明就是要害死皇上，嫁祸给丑清丽。因为纪王当时之所以在御膳房，是看到了自己母妃的婢女。你在做什么？如果不想牵连太妃，就请殿下不要插手。出去！可为了不让自己的母亲打入冷宫，纪王最终还是没帮丑妃说出事实的真相。对不起。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解释？明明不是我。殊不知，正是纪王的这次的默不作声，让他从此彻底失去了丑妃对他的好感。而太妃怕皇上查出猫腻对自己儿子纪王的地位不利，便买通了狱卒，在丑妃的饭中动了手脚。他要在皇上找到证据之前，将丑妃活活的给冻死，直接在丑妃的身上泼了一桶零下几10度的冰水。原本以为你跟这府里的人都不懂，可是到头来，原来你们都一样。想到自己倾慕已久的纪王竟对自己这般的冷漠，伤心过度的丑妃最终坚持不住，晕死在了大牢里。丫鬟连跳赶忙找到了管事公公，跪求他能让皇上救救他家主子。不知情的皇上以为是丑妃跟他低了头，让下人求他。可当他听到丑妃在牢狱中遭受折磨之事，瞬间不淡定。谁那么大胆子？就在狱卒发现丑妃还活着，决定要亲手了结掉丑妃的性命时，还好关键时刻皇上及时赶到，救下了他。恼羞成怒的直接送狱卒领了盒饭，霸气的急忙将丑妃抱回到了宫中救治。等纪王赶来救丑妃时，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心爱之人与自己擦肩而过。不能挥别，辜负了老天。眼看丑妃的脉搏越来越弱，危在旦夕，皇上一把夺来了太医手中的药，亲自用嘴将救命药喂到了丑妃的嘴里。而纪王拿着药膏待在门外，却迟迟不敢进去，只好站在门外等了一整夜。怎料太妃得知后，于是便故意找了一个替罪羊，并让皇上身边的侍卫找到了下毒替罪羊的尸体。等皇上赶到时，凶手却早已死无对证，只留下了遗书。无奈皇上为了不让丑妃再押入大牢，只好决定了结了此案。本想将此事告诉丑妃，给她一个惊喜的，谁知皇上刚走到丑妃的宫门口，映入眼帘的却是大门紧。君上到！而此时的丑妃得知自己沉冤得雪后，十分喜悦，刚要走出房门欣赏一下庭院中的美景，却被赶来的皇上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而皇上的举动瞬间让纪王有了危机感，于是便上前拦住丑妃，准备跟他解释清楚。可被伤透心的丑妃早已对纪王寒了心，只好谎称对纪王说自己已经爱上了皇上，瞬间让纪王心凉了半截。经理，次日，王后为了争宠不惜在皇上的酒里下毒，不一会皇上就头晕燥热，口渴难耐了起来。恍惚间，皇上却把王后认成了丑清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是好在皇上认出了眼前之人，强行挣开掉了王后的纠缠。放肆，胆敢设计蛊！臣妾心许君上，为了君上，臣妾做什么都可以，怎么能是设计呢？气得皇上只好强忍着身体跑到了丑清丽的房间内，结果刚走进去，却看到丑妃独自一人在屋内摆满了蜡烛，以为是丑清丽是在等自己，便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吻向了她。伴随着烛光的映衬下，经历了重重苦难的丑清丽终于想尝试着接受皇上的爱意。结果等一夜过后，丑妃本想将自己是穿越过来的事告诉皇上的，谁知还没等丑妃说出口，她担心后怕的模样却让皇上误以为丑妃是恢复了记忆，皇上便再次对丑清丽起了杀心。回去后就故意一直假装中毒昏迷不醒，以丑清丽给皇上下毒为由将她给抓了起来。而王后却趁机对丑妃产生了报复，并对丑妃施行了残忍的酷刑，直到纪王出面恳求皇上，这才让王后放了她。无奈皇上只好将丑妃关入冷宫里，谁知冷宫里的疯疯癫癫的嫔妃以为是丑妃抢了皇上，害得他们打入了冷宫，发疯的全将怒火发泄在了丑清丽的身上，纷纷朝丑清丽的身上扑了上去。下人们更是不把丑妃放在眼里，不仅将她安排在一处草棚里，还每天把她当牲口一样的打骂。我还敢还手？成了吧？今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随后一把将丑妃按在了地上，拿起蜡烛直接将滚烫的蜡油滴在了丑妃的手上。他们要在丑妃那白嫩的手上留下一个蜡烛印的伤疤，直到丑妃晕死了过去，嬷嬷这才停下了手。随后又拉起她的头，狠狠地将她按进了路边的水坑里，眼看丑妃就要被嬷嬷给淹死。然而皇上仍是对丑妃的事无动于衷。宫中毒的事一旦泄露，一气不保，经理，你会原谅我吗？随后嬷嬷见丑妃还有点气息，便将她丢在了大雨里，自生自灭。随便找个理由，领导乱当可算了。走，走吧。闻讯赶来的纪王却偷偷将她救回到了草棚里。等丑妃醒来后，却发现自己早已被人救了回来，身边还多了一瓶药膏，以为是皇上救下的她，不顾自己的伤势，急忙要逃出去向皇上解释清楚。于是七抢了送饭之人的衣服，乔装成太监逃出了守卫森严的西院，来到了君上的房间，想要解释清白，没想到却无意间听到了真相。原来他遭受的折磨都是拜君上所赐。
无法接受真相的他转身离开。七七伤心的走在大雨之中，回想起自己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想要杀我就直接杀我，为什么？为什么做那么多事情还让我爱上你？大骗子！随后他失魂落魄的回到了西院。由于七七私自逃走让嬷嬷们很生气，便用绳子狠狠地勒住他的脖子，直到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君上及时出现阻止了他们。可七七却拿起他的剑指向他。